あれあれ、もまりの流し。这一跳跳到浑然忘我，完全不记得有海流。一转眼，我在哪里？其他人呢？视线不到10米的情况下，我不知道同伴在哪，四周无人。当时慌张极了，当时真的认真的以为人生来到了终点。我告诉自己必须要冷静，我必须拯救我自己。欢迎帮我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好的，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先做网络报到了，所以到机场这边现场呢，只需要先做行李托运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也比较快，从排队到就是完成行李托运，大概只花了15分钟吧。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our flight to Palau. We are expected to arrive at Palau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approximately 4 hours. 是的，我们正飞往帛琉，而坐标上看到的 ROR， 也就是罗曼默图国际机场，其实是现在的正式名称，为纪念当地一位在帛琉独立过程中重要的已故政治家罗曼默图而改的。这是我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飞帛琉，可说是非常期待艳阳高照下的牛奶湖高级 SPA， 在德国水道上乘风破浪，或是潜入海里被水母鲨鱼群包围，还有让人数不尽又看了会落耳海的自然美景啊！哪知道我这一醒来，真的是立刻要爆炸哎！这天气也太不妙了吧！哎，机上的广播完全进不到我的耳里，但是头拢洗一半，我真的只能祈祷，在明天就来个气候大逆转。说到帛琉独立，就得提到帛琉之所以会跟台湾这么的 Hey yo bro， 就是因为1978年争取独立时啊，获得台湾给他一只手啦。当然，这支持也不只是嘴炮啊。我们在1999年建交后啊，提供了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提升了教育水准、卫生设备和基础建设，促使双方啊都一直好来好去的。即便之前口国已开出把帛琉饭店定好地满、促进观光与经济为利诱条件希望帛琉能够跟台湾断交。这个总统会述人也不为所动真的非常有 guts。不过我觉得帛琉没有接受过度的经济开发和旅游开放的利诱条件也是好事。至少还能为这块净土保留更多的自然资源，所以我会跟上朋友这次帛琉旅游团，除了热爱潜水，此生一定要在它被淹没之前呢，亲眼看看这上帝的水族箱外，同时又能表达我对帛琉的一点敬意。蒙拉 Gamseiko， 我个人觉得是一举两得啦。然后去饭店的路上，你们就边看风景边听我说，为什么刚刚会说到帛琉会被海水淹没呢？因为受全球气候变迁的巨大影响WGEO 表示，地球均温若上升摄氏 1.5 度，帛琉部分沿海地区就会淹水。就安呢，上升到3度呢，就会使帛琉整座岛屿没入海平面下 2.4 公尺。所以你说要来帛琉玩，是不是应该要趁早喂，话不是这样说啦，你看看3度下的台湾，万华龙山寺就算有神明护体，也真的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各位以后要拜拜，还要先学潜水所以全球暖化的问题真的是不能轻忽然而在全岛消失之前帛琉岛上的人民就已经因为面临全球暖化带来的伤害，影响到生存。帛琉农业及环境部长 Stephen Victor 就曾在去年 COP 的国际会议表示，2022年因为全球暖化造成海洋温度升高，使得帛琉近年在粮食作物和旅游产业就面临了极大的考验。以每年可以带来1000万美元的水母湖商机为例呢，因为水母湖温度上升，你各位别以为水母会很开心像做 SPA 这根本就是像温水煮青蛙想象一下，你家隔壁住了一个拍醋逼，偷偷在你家鱼池里面放了加热棒，是加热棒不是按摩棒，让你的白肚鱼真的是全部翻北斗给你看。你说是不是坏透了？而温室效应带来海水酸化的影响呢，水母开始大量死亡。过去数百万的水母湖呢，是你下水之后要躲也躲不掉。现在就是这样子，越来越少 key 料料。
总之呢，这趟旅程啊，我们没办法被数以万计的水母包围，也算是人类的共业啦。虽然有点可惜，但也因为他们还在富裕阶段，所以来帛琉，我们还是留给他们多一点的喘息生存空间吧。就是一个生鲜超市的概念。哦，其实原来别有洞天里面还有，然后卖生鲜蔬果，然后罐头食品。我想应该用不到这些吧。介绍一下，对。对。哇，买起来。你知道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有 Starbucks 的冰淇淋，我每天都来买 Starbucks 的，都好吃，它就跟咖啡口味一样。这里有。以前一头一头，以前很近，后来好像是停产。哦。想吃冰。我们这个行程呢是没有含晚餐的，所以我们刚就去了超市买了晚餐。这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应该说我们这几天都会住在这里。这是我们今天住的饭店的浴室，对，然后房间在2楼。外面就是海港，我觉得明天早上可以再起来拍一下。开箱房间。MK 度假潜水中心是由一对韩国夫妇经营的，所以餐点呢也都是以韩式料理为主。餐好吃，服务团队也很热情，连他们的狗 Dogso 也超级可爱的。要帮你加蒜头吗 ？OK。好，谢谢大家，希望这一次的成团大家都开心，开心。没有，天气没有如昨天晚上预期的，今天会放晴，看起来又是雾蒙蒙的一片，而且还在下雨。现在说话的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导潜教练帅气的欧巴 Tyler。每天呢都会进行出发前的说明和提醒，那返程后呢也会再针对当天的情况做说明跟检视，非常的用心。我觉得他如果不当教练的话，当插画艺术家应该也会赚不少钱。正当我们看着天气似乎放晴，以为可以高唱快乐的出航时，天色随着快艇越往外航行，越看越觉得不妙。海浪不只有点大，还越来越大，大到此刻我的内心怆然地唱起了《海可龙》。悲伤的心情，叮当的脚步，勉强来离开。满腹的苦衷，满腹的痛苦，谁人来体谅？我进出海可龙，有去啊！
拍的好。唉，这趟行程啊，真的是希望能够雨后天晴啊。你可以从这个画面猜到，可能有什么错误的行为刚刚发生了吗？而也正是这个错误的行为，差点导致我迷失在大海之中。我们先继续看下去。我知道现在大家都不喜欢白鲳啊，但眼前这群可爱的小家伙可不是哦，这就是知名的捷克风暴捷克鱼。而看着大海里悠游自在的鱼，让我的身体也不禁想要跟着摆动。어조사마, it's time to go to bed. 너 핸드폰 하는 거예요. 늦게 자면 거운 피부가 다 무너진다고요. 사이고는 케이코쿠 데스. 지금 잠이 들지 않으면 우린 춤을 출 거예요. 야래 야래 못 말리는 아가씨. 야래 야래 못 말리는 아가씨. 这一跳跳到浑然忘我，完全不记得有海流。一转眼，我在哪里？其他人呢？视线不到10米的情况下，我不知道同伴在哪，四周无人，当时慌张极了。当时真的认真的以为人生来到了终点，我告诉自己必须要冷静，我必须拯救我自己。可惜我的相机当下突然没电，没有记录到我后来的过程。除了我差点在海里漂流外，同行的伙伴第一潜后就开始狂吐，呵呵，果真是一名晕船仔。我来问一下，就是在晒太阳的2位帅哥。我虽然不知道等一下收音会不会不清楚啦，因为这风那么大。刚刚就是游然后突然不见了。我吓死了！我想说你会不会就在海里？他们在数人头，然后1、2、3、4、5、6、7、8，然后9个少一个人，吓死了。还好我有自救的能力。有拍到 Zack 吗？啊，有啊。对啊，那我问你，这是卡牙凤，卡牙凤 ，OK，臭哦。他等一下会下去啦，所以就是他会持续当我的前伴。好，那就好。刚虚惊一场，真的，所以你损失了看到一大群鲨鱼，对啊，有60条，真的。没办法，是你的惩罚。但是这次的这个环也是你带我们来的，你开团的吗？这个是我开团的吗？好像不知道哎，大家一起提议的吧？哦，是哦。因为我对这个比较熟，忘记了，因为我们去年就讲好了，去年去爱尼岛的时候就讲好了，不知道大家没起来吗？那目前为止怎么样？你觉得不错？很好。除了刚刚我在海里就是有点会慌张吗？我刚刚就在想说，天啊，怎么都没有人呢？然后我想说，我到底要前进还是后退，还是要往下？可是当然，第一个直觉是往上是比较安全的。对啊，因为我看了一下
有点忙，就是我还要拿下来看一下，确定然后再把它装回去。那你应该带一根杆子的啊。其实我的那个自拍杆是可以的、啊，只是说没有，因为它那个线很薄，我其实很怕，万一我很自动放下的时候，它如果不小心断掉，我就没发现。那就是要一直拿着、啊，因为有自拍棒的话，有时候可以塞到一些洞，这样拍。哦，对，好。就不会。不过因为对啊，就反正一回生二回熟，第二次就知道真的怎么用。等下还有一只，而且天气很好，那阳光应该会更好。但很不幸的是，我只有一颗电池，而且那个电池没电。没电了。所以我只能靠，我只能靠等一下拌饭，或者是，或者是小云的那个，一直按就会没电呢。啊？没有，我的 GoPro 没电。对。然后太可惜了。对。总之，上午2潜在海里泡到发抖，上岸后可以吃到 MK 准备的美味餐盒和现煮的热汤啊，真的是大满足啊！但你别以为天气接下来就放晴，基本上头3天太阳都只有中午出来走秀一下。第2天，我们来到了 Manta 地盘，希望可以幸运的赌到。我是说目睹它迷人的风采。观看 Manta 的原则就是不打扰它，躲在它活动区域的外圈，像我们这样。而且如果一不小心它经过你的上方，记得要暂时闭气，别让泡泡吓到它了。但就是有另一组人马，真的是导潜专业水准有待加强啊！整个团没地鞋个没卫生，进到了 Manta 经常活动的区域内，还有几个人踢得沙土飞扬的，整个视线都变得超差，逼得我们教练只好在水下用国际手势提醒他们。看这画面，你以为我是不是人又脱队了？那倒不是。再来是给潜水小白的提醒，前面提到错误的行为就是千万不要因为自以为是海王就擅自超车前导，也就是留在前导的前方，因为你永远不会比他熟悉这片海域，而距离团队太远也会影响到团体的整体安全。此刻的我配重突然掉落，导致我正在设法吸回，但也因此稍微乱了阵脚。所幸我距离团队没有太远，让前导的助理呢可以很快的来协助我。
这次行程除了我，有人晕船，有人 GoPro 喷飞，有人遇到下沉流，也有人气瓶用尽。虽然大家最后命悬一线，但都在前导团队的陪伴下安全下庄。我们经历了一趟很棒的潜水之旅，即便接连的豪雨让我们在船上一度怀疑人生，但杰克总是说，如果你要走的路看起来太简单，那么你就走错路了。让我们继续航向伟大的牛奶湖吧！等你看我们如何烂天气也要玩出好心情。Oh